Pas de sol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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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 de soleil. 如果让你说出一家你会选择的散热器厂家，你会说出哪些牌子呢？我相信不少人都会说猫头鹰啊，也应该会有人说是利民，还有酷冷至尊。不过有这么一个牌子，对于大部分 DIY 发烧友其实并不陌生，但一些新机玩家可能没什么听过，那就是德尚必酷 Be Quiet。从他们的英文品牌名称就能看得出来是主打静音体验的一家牌子。而我手上的这两款散热器呢，分别是较为入门的这个 Pure 2黑色版以及旗舰款的 Dark Pro 4。虽然说这两款散热器其实推出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了，不过这阵子也推出了不少新处理器，对于静音要求非常高的用户，可能也想了解这两款散热器搭配如今一些新一代处理器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于是我这次就来给各位分享一下这两款风冷散热器的实际表现。其实早在我的 YouTube 开箱库节目中就给各位透露了这两款散热器的存在。不过除了这两款风冷散热器之外，还有两款水冷，分别是 Pure Loop 360以及最新推出的 Silent Loop 2代的280水冷。不过碍于定位不同，以及最主要还是得着重介绍最新款的 Silent Loop 2一体式水冷的规格，因此这两款水冷的使用分享将会放在之后对 Silent Loop 2进行评测的时候再给各位分享出来。说回必酷的这两款风冷散热器 ，Pure 2黑色版采用的是单塔规格外加一把12厘米风扇的组合设计，热管设计为4根6毫米热管直出筒底设计，搭配的风扇款式为自家的12厘米 Pure Wind 2风扇，最大转速为1500 RPM， 散热器高度为155毫米，官方宣称拥有150瓦 TDP 的热解能力，主要是用来搭配像是 Intel 不带 K 的处理器以及 AMD Ryzen 7以下的处理器。接着来看看旗舰款 Dark Pro 4，采用的是双塔规格外加2把12厘米和外加13.5厘米风扇的组合设计，热管设计为7根6毫米，并且采用了工艺更好的镀镍筒底设计。搭配的2把风扇分别是13.5厘米的 Silent Wind 以及一把12厘米的 Silent Wind 3，两把风扇的转速分别为1200 RPM 和1500 RPM。散热器高度为163毫米，对于一些空间较小的机箱其实已经不太能兼容了。官方宣称的热解能力则是来到了250瓦 TDP， 定位于更高阶处理器，像是 i9 和 R9 系列。另外这两款散热器都有一个优点，就是做工非常的精良，完全不会有割手感，外形设计也相对比较稳重又不失高贵，只不过安装的体验就相对不那么人性化了。虽然称不上反人类，不过在我体验不少利民和猫头鹰的安装扣具，必酷的扣具安装体验就少了一些简洁，多了一些意义不太大的安装步骤。虽然这部分不影响使用体验就是了，毕竟谁有那么空天天拆散热器呢？简单的和各位介绍完了 Pure 2以及 Dark Pro 4的规格，接着是来进行散热测试了。这一次的散热器测试，我可是找来了好多散热器一同对比，有入门的单塔风冷，也有顶级的旗舰级双塔风冷。不过可能会有观众觉得规格差了那么多，怎么一起比呢？这部分等我介绍完所有测试对比的散热器后，再给各位做解释。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心目中的风冷王者猫头鹰 D15 Chrome Max 黑色版，性能的部分应该是最顶级的存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只不过就用它来比比看性能的差距会有多少。再来则是大家已经熟悉的利民 FS140 AGSP 以及 PA120 这两兄弟了，这两款散热器的性能在之前也测试过了，是非常接近的，只不过差别在于 PA120 的体积兼容性会更加理想，而 FS140 的噪音体验则会比较好一些。然后还有同样来自利民的 TA120ES， 作为一款较为高端的单塔风冷，它甚至一点也不虚猫头鹰的 U12S，
只不过现在利明已经推出了 TA140ES 了虽然我自己还没体验过 TA140ES， 不过会打算买 TA120ES 的绝对是希望在保持单塔规格的前提下提高更多的散热性能吧。所以 TA120ES 在目前来看选购价值就不如以前了。然后也有少不了我之前测试过的雅骏 G3， 作为一款荣获非常多好评的百元风冷散热器，主要是用来对标 BCool Pure 2的。介绍完所有参与测试的散热器款式后，来和各位简单介绍这一次的测试平台。CPU 是采用 Intel Core 11代的 i9-11900K， 搭配的主板是华硕 ROG Strix Z590A Gaming Wi-Fi， 用来带 11900K 已经是非常足够的了。而为了不让和谐影响 CPU 散热测试变量，我采用了留着很久的 GT1400亮 G 卡来进行显示输出，并且测试平台是在树桩开放式环境下进行测试。除了散热器以外，没有其他的风扇，避免了风流干扰影响测试的变量。测试场景将会采用模拟4种不同的功耗表现，分别是全核心锁定 4.7 GHz 电压 1.22 伏，默认模式全核心锁定 5.0 GHz 电压 1.35 伏，以及默认开启 ABT 模式。另外所有模式都是关闭 FS512 来进行的，至于为什么，我想我也不用说明了。另外，我发现这一颗 i9-11900K 在华硕的主板上居然拥有 SP103 的体脂分，不过全核心 5.1 GHz 必须用上 1.4 伏以上的电压才能稳定运行，这对于目前测试的散热器压力都太大了，因此最终才选择保守的全核心 5G 来测试。测试的室温控制在24至25度，而湿度控制在 40% 至 50%。所有散热器都会以满速模式以及同噪音模式，在4种功耗场景进行20分钟的 IW64FPU 烤机压力测试，并且记录这20分钟 CPU package 的平均温度表现。另外还有一点，对不起，我知道介绍的有点长，但是因为测试的场景太多了，必须说清楚一些这是最后一个场景解释了。在开启 ABT 场景下，由于最高功耗可以来到超过250瓦以上的发热，其实所有散热器包括猫头鹰 D15 都没办法压制在全核心 5.1 GHz， 均都撞上了90度的温度墙，并且都分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频以及重启情况。因此 ABT 场景下会追加不同散热器在烤机频率和功耗的表现。最后则是由于我采用的是开放式平台进行测试，和一般在机箱内的表现略有不同，并且有些散热器是我之前就用过的了，还有散热器本身的体质差异也有一定的变量，以及不同的机箱风道加上环境室温的不同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测试的成绩仅供参考。那么先从最低的全核心锁定 4.7 GHz 1.22 伏，烤机功耗为160瓦左右的测试开始。基本上所有散热器不论是在满速还是同噪音场景都是能够压得住160瓦的 11900K 的，只不过 Pure 2和 TA120ES 对比满速和同噪音场景的温差是最大的，而大部分的散热器表现都旗鼓相当。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功耗稍低，无法更好的体现出高端散热器的热解性能。接着是200瓦烤机功耗的默认模式，这时候是出现压不住的散热器了。BCool的 Pure 2是完全扛不住默认 11900K 的烤机发热，而雅骏 G3 也只有在满速状态下勉强过关。对于一款百元散热器有如此的表现，已经不能写了。TA120ES 同样出现了满速和同噪音场景有着非常大的温差情况。比较有意思的是 Dark Road Pro 4在满速和同噪音下，比起 FS140 和 PA120 都稍弱了一些，而 FS140 和 PA120 在200瓦功耗下的表现和猫头鹰 D15 也没太明显的差距，这就有点意思。再来进行220瓦烤机功耗的全核 5G 1.35 伏场景。首先单塔规格的 Pure 2和 G3 双都直接过热重启，而利明 TA120ES 在同噪音环境下也会同样出现过热重启的情况。好在满速状态的 TA120ES 还是能够扛得住220瓦功耗的 11900K， 而之前 Dark Road Pro 4与利明双塔兄弟的差距在220瓦功耗场景下稍微拉大了一些，而利明双塔兄弟和 D15 的差距还是咬得比较紧的。最后则是最高功耗的 ABT 模式了。从温度表现来看，所有散热器都无一幸免出现了过热降频的情况。当我们切换到功耗表现中，成绩就显得比较明显了。表现最好的依旧是猫头鹰 D15，即使是同噪音场景下也能保持245瓦的平均功耗表现。基本上这场景已经不是单塔散热器能够驾驭得到的了。切换到烤机频率表现中，表现最好的 D15 也只能够在满速场景下维持在全核心 5G 的频率。
BeeCool 的旗舰 Dark Pro 4则是维持在 4.9 GHz， 看来想要驾驭 ABT 模式的 1190K， 只能选择高规格的360水冷了。看到这里，你们可能觉得 BeeCool 的这2款散热器表现并不特别理想，散热性能都比较一般般。确实，在纯粹散热性能表现中，不管是这个 Dark Pro 4还是 Pure 2，都没有办法与其他同规格散热器有非常好的竞争力。不过视频开头也有提到过 ，BeeCool Be Quiet 是主打静音体验的。虽然在纯粹的散热性能中比不过友商，但在噪音表现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在满速状态下的噪音表现，2款 BeeCool 的散热器可以说是一扫绝尘，直接拿下最静音的2款散热器。而且就算是在日常使用长期在满速状态，实际的噪音体验也是非常的理想。就连大家最公认非常安静的猫头鹰 D15也只能够排在第3，包括利民自家已经非常安静的 FS140，对比这2款 BeeCool 的散热器，也完全谈不上非常安静了。当然，静音体验是比较看个人的需求，还得看搭配的机箱以及其他散热风扇的整体噪音感受。不过，对于那些不是用这 1190K 这类超高发热量的处理器，并且更加着重于散热器的静音表现，那么 BeeCool 的散热器或风扇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好选择。在拥有绝对领域的静音体验下，也尽可能保持了相对还不错的散热性能。当然，这是在不和其他友商以散热性能表现为强势的直接对比下。毕竟 BeeCool 散热器在整体的技能点上是更加偏重在静音体验的，这和着重在散热性能体验的利民以及综合性能的猫头鹰有着不一样的区别。另一方面 ，BeeCool 也好长一段时间没更新风冷散热器产品了，对比今年已经推出不下10款新产品的利民来说，吃亏是在所难免的。当然，厂家有更多良性竞争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也希望 BeeCool 能够尽快更新新的风冷散热器产品。终于是把 BeeCool 的这2款风冷散热器给分享完毕，也在不同功耗下进行了实际对比。接着也请期待 BeeCool 最新的 Silent Loop 2一体式水冷了，我也会在之后独立更新一期关于 Silent Loop 2的规格和介绍。不想错过的也别忘了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觉得这期影片不错的朋友也请点赞、留言、分享支持一下你们的支持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影片的全部内容了，我是 Kenny， 我们下期影片见。